所谓的认证标章，有了之后，真的代表这个就是健康的吗？有认证的东西我都不会买，它很多认证的标章可能只需要付费就可以有得到这个认证，行销意义大于健康的意义。像吃的东西可能原料好不好不重要，但是行销很重要。这一些预算就会从原料成本里面做压缩。每次谈食品都让我惊心动魄。我们容易买到的商品通常都是利润好的，而不是品质好的商品。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哪一些常见的厂商话术？巧克力风味就不是等于巧克力，希腊跟希腊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只要是都很难是真正的鲜奶。您现在看到的是精华版，如果要看到完整版的话，请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嗨，大家好，我是宋燕人宋医师，欢迎您来到初日会客室。今天为您邀请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一个在食品界深耕18年，在 YouTube 里面也很敢演敢讲。他本身呢是一个食品业者，所以今天为你邀请的就是妙妙老板。妙妙你好。你好，宋医师你好。我在自己的 YouTube 上面有一个频道，那我的频道主要是带大家怎么样去购买适合自己的东西，然后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食品的标示。好，所以其实食品标示是一个大问题啦，怎么会觉得想让民众知道这些资讯？也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些食品的包装或者是选购上面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就会变成说现在货架我们容易买到的商品通常都是利润好的，而不是品质好的商品。像吃的东西可能原料好不好不重要，但是行销很重要。这一些预算就会从原料成本里面做压缩，大家可能就只能用真的比较不好的原料去替代。我们消费者有可能在这上面是无法判断的啊，尤其说很多的食品的所谓的认证标章，民众的心理或者我的心理就会觉得这个标章是政府发的，应该是可信的。有了之后，真的代表这个就是健康的吗？就是基本上有认证的东西我都不会买，它很多认证的标章可能只需要付费就可以有得到这个认证。那像国家认证的标章，就是我们所谓的小绿人的标章，其实我认为它的是行销意义大于健康的意义。为什么会有这个小绿人标章？是过去我们食品业还没有规范说食品不能讲功效的时候，大家都会在食品上面写一堆功效，政府开始禁止的时候才开始有这个标章，就是说如果你符合某一些条件，然后可能有一些预算，那给政府就可以给你一个这样子的标章。那还有一些民间的标章，比如说像什么认这个标章就代表无添加。那通常这一类的标章啊，其实主要是从成分就看得出来了，就它没有起到一个就是我真的认识这个标章之后，我就真的能够买到一个好的健康的产品。市面上很少有标章具有这样子的功能，大部分都是我觉得好像我拿这个标章就好像这个产品突然升级了一样。对，是的是的。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话蛮具有点醒的意义，就到后来它的行销意义大于健康意义，让所有的原型食物都没有小绿人，因为原型食物不可能去宣称功效。没错，是。可是我们都知道原型食物比那些再制食品要来的健康。只是对于厂商而言，好像拿到这个标章，我对于行销方面就可以更有力度，或者是会让人家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更好。但是对于食品，就是以成本来说，相同的产品的品质，我要多花更多的钱才会去买到这个有标章认证的，或者是我花相同的钱，但是我要吃更低的品质才会有这个标章认证。这两件事情对于我一个身为消费者来说，我是觉得它是不划算的。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带坏整个业界的风气。那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来衍生，那就变成这是一个资讯的问题了。这个厂商跟消费者之间这样的资讯不对等，就特别告诉我们哪一些常见的厂商话术，或让我们破解这些资讯背后的东西。比如说像巧克力风味就不是等于巧克力，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品项怎么会突然好像多了2个字或者是1个字，那这个就不是原本它食物的样子，只是长得很像这个样子。所以巧克力跟巧克力风味是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你的巧克力必须要含可可脂，
可是如果是巧克力风味的话，你可以含其他的油脂，比如说像便宜的棕榈油。所以食品上面的字，我偶尔会看到所谓的希腊式优格。是的，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最传统的希腊优格的做法是，我优格发酵完之后，我可能要过滤个4个小时到甚至1个晚上，然后过滤完之后，你会产生一个很像 cheese 的那个优格。我们最传统的希腊优格是这个。那希腊式优格是什么？就是业者他为了要达到这样子的口感，但是他不采用这样的制成，他可能会加乳清蛋白，或者是加很多胶去达到这样子的口感或者是味道，那这个叫做希腊式优格。那希腊式优格生产上来说是最便宜也是最方便的，所以对于希腊跟希腊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我顺便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鲜奶怎么样才能够定义新鲜的牛奶？我们现在政府是有说鲜奶就是你必须要保证全部都是生乳，那还有一个是牛乳。牛乳的部分的话，你就算是奶粉下去还原去冲泡，那个就叫牛乳。牛奶。但是只要是没有鲜这个字的话，通常都很难是真正的鲜奶。所以你买到什么，好，我们就不要什么盖多多，对，那个都不是鲜奶。对。好，那假如说某一些厂商会特别讲，他说小农制造，就是我们刚开始我们对于小农这个定义，它是一个单一的生产者。对。那可是我们现在走到最后，小农好像变成只是一个品牌的名称，因为我们政府并没有对小农这2个字去做规范，就是小农变成是它是一个行销。某种认为小农等于小的农产主自己制造的新鲜牛奶。目前没有这样子，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字眼，但是政府都是没有规范的。甚至于小农变成品牌或者是某种风格，那就更是误导了。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时候，以前我刚去美国念书的时候，美国买的牛奶，通常我如果2个礼拜没喝完，它就变成乳酪了，就开始里面变结块了。我在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台湾的牛奶放1个月都不会有问题。我的同事就跟我讲说，那是因为我们杀菌的方法不同。最好的杀菌方式就是低温长时间杀菌，就是65度，低温杀菌，然后接下来温度慢慢调高，比如说75度、85度开始调高。那最常使用的就是 UHT， 就是属于瞬间高温杀菌，可能它的杀菌温度就是在135度以上。高温杀菌会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营养价值是会破坏的，第二就是我们所谓这种温度开得很高的这些食品都很容易产生有加工污染物的问题。那比如说像鲜奶可能会产生 AGEs， 就是糖化中产物这一类的在里面。所以现在台湾大部分的我们讲说牛乳制品或者鲜奶制品都是用 UHT 杀菌的为主，就是以高温的为主，那低温的是占非常的少部分。所以台湾的牛奶，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产品为主还是进口的比较多？其实我们在台湾的货架上其实都是以看到台湾的鲜奶居多。但是如果我们是平常在喝，比如说你喝 Seven 的咖啡、全家的咖啡，或者是你喝手摇饮料店，大部分都是浓缩乳，就是它是用浓缩冰砖下去还原的牛奶。对，那这个浓缩冰砖它就像浓缩果汁一样，它要经过加热去慢慢的浓缩，把这个原本可能1公升的牛奶可能变成500cc，然后浓缩这么小的体积进口之后再加水还原。那我也常常会比如说像我们在讲的鲜奶这个品相就比较像是新鲜的水果，保酒乳就像是罐头的水果，那浓缩奶就像是浓缩果汁。哇，大家都在呼吁说要吃原型食物嘛，所以鲜奶它是一个原型食物。但是这些浓缩的或者是奶粉的或者是这些乳制品，它都不是原型食物，因为它在做成这一些产品的过程当中，它会很高度的加工这一些产品。所以就变成说，你很多时候我们在吃这些高度加工品的时候，我们很难回溯到它的原食物的品质是怎么样子的。好，我知道您的频道里面有几支很热门的影片，都在教观众怎么去挑选食用油了哈。那
能不能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挑选食用油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其实有很多的食用油，像是葡萄籽油或者是玄米油，它们一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它很健康，所以被制造成食用油。葡萄籽油它是因为它是酿造葡萄酒的副产物，就是酿造完之后我有剩下好多好多这些东西，或者是像玄米油也是，就是它也是因为生产白米的过程当中，它所产生的米糠很多，之后再套上很多的健康的行销的标示去行销这一些油。所以玄米油是一个政府许可的叫做品牌名称，就是它是一个米种吗？它不是一个米种，不是一个米种，它就只是一个商品名称。任何的这种类似功能制造出来的油都可以叫做玄米油。政府是没有特别规范它应该要叫什么的。就是有没有什么美感大家要注意的？比如说像玄米油，因为它在压榨的过程当中，它非常容易氧化，就会产生油耗味嘛。有一个程序叫做脱臭，那这个脱臭的程序呢，就会产生比如说像致癌物，或者是温度开高一点就有可能产生反式脂肪，比如说脱色啊，像棕榈油原本是红色的，可能不好看，那我们就是把它变成黄色的。那这一系列的程序我们就叫做精炼。我们民众怎么会知道这个叫做精炼油？政府规定说，如果你经过脱色脱臭，你必须标示这个制成。基本上不用标示，不用标示。对的，因为大部分90%买到的都是这样子的油，所以90%的油都是精炼油。那我们剩下的10%的油应该买什么油呢？尽量挑选就是特级冷压初榨橄榄油，就是橄榄油的前面一定要有这几个字。所以这几个字是法律规定，你一定要是这样的制成才可以这样写。对，是的，就是没有精炼的油。那至于橄榄油有很多的分级，但是这个所有的分级都是在这个以下的。那只要在这个分级以下都会尽量建议大家不要挑。所以除了初榨、特级初榨之外的橄榄油都要小心一点，不要贪便宜。对，尽量不要。是的。OK， 好，那最后我还是要问一下，加工食品很多时候会追求它的风味、可口。如果已经习惯吃这些东西，从你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可以戒除这个成瘾问题？我们0到6岁是一个味觉发展的一个关键，这个时期建立的饮食习惯通常很容易影响到我们未来以后的习惯。这些食品制造厂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很多的食品像他在做小朋友的零食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这一点考虑进去，那就会很容易造成小朋友在长大之后对于这些食品也会继续有依赖性，他们通常就很难再去接受到原本的原型食物，比如说像洋芋片啊，或者是像冰淇淋这些东西，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味觉的记忆就冲到了脑袋，然后让我很想要去吃它这样。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很好，我们其实不要怪自己，我觉得应该鼓励我们所有的观众，其实都是你只要有自觉，是可以离开那些成瘾的食品。我想问你最后一题，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其实走进超市之后，应该怎么面对这些食物？那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学会去看成分，就是基本上成分的第一位就是含量最多的，那接下来就是成分的第二位就是含量第二，就是对，就是依序下去。所以尽量选择这个成分表里面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的，就是你看得懂的，比如说只有大豆、糖跟盐这种很简单的。大家要去理解说这个东西为什么贵，这个东西为什么便宜，就是大家其实可以从成分标示就可以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好，那我们来宾呢都要有一个我们快问快答的环节了哈。外面你常常看到全脂鲜奶或者是低脂鲜奶，这两个到底哪个比较好？全脂鲜奶的话，它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程序，所以你会买全脂，对，会买全脂，低脂。是的。为什么保酒乳可以在常温下保存？杀菌温度够高，再加上无菌的包装，就可以在常温下保存。现在很流行所谓的生吐司、生乳卷，这个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可能就是一个行销的话术，你可能会更柔软，或者是更湿润、更好吃的一个话术，这样子。不是新鲜的意思，它就是一个口感的一个描述。我们真的是被字眼骗了。如果人生只能吃一种调味料，你会选择哪一种？盐。我同意，我也是一样。保存期限很长 versus 保存期限很短的，哪一个
需要比较小心？保存期限比较长的，通常加工的程度会比较高，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要看成分的标示。你最讨厌的食品行销的 slogan 会是什么？专利跟认证。OK， 专利认证，不要被这个骗了。对于没有办法开火煮饭的外食族，要怎么样才能吃得健康？挑自己可以做出来的食物，比如说像白饭会比面条好。食品标示的无糖跟无加糖这有什么差别？比如说像新鲜的果汁，它里面因为本身有果糖，所以它有糖就不能标示成无糖，它就是必须要标示成无加糖。身为食品业者，您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好的食品来自于好的原料跟好的制成。完美。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分享我们这个食品界的内幕，每次谈食品都让我惊心动魄，非常谢谢你。谢谢。